你看，连宋慧乔这样的女神，她都抵挡不住老化的威力。或是比较常生气皱眉的人，其实你会发现自己越皱，纹路越深。健保养就靠医美学。大家好，我是普运整形外科诊所院长张子倩医师，这里有最实用的整形新知，也有最潮流的医美趋势，陪你一起美丽升级，自信满分。子倩医美学上课喽！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很多女性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脸部会慢慢的出现一些松垂垮的那种感觉。那如果我们没有早一点意识到加以好好保养的话，那老化的情况就会非常明显。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达到最有效的一个脸部拉提的一个效果。再来，我们来讲一个在子倩医师的年代，应该就是一个女神级的存在。最近因为《黑暗荣耀》又再次掀起大家讨论的话题，但这次大家讨论的话题却是：宋慧乔怎么老了？那我们记忆中就是她是有婴儿肥的女生，那脸颊都是很饱满的，然后脸上是很有光泽，然后没有什么细纹。但这次我们在《黑暗荣耀》中看到的宋慧乔，据她本人表示，是她为了完美的诠释剧中角色的一个生活环境及背景。其实剧中的宋慧乔，她的苹果肌是比较凹陷的，看起来比较憔悴、沧桑一点。你看，连宋慧乔这样的女神，她都抵挡不住老化的威力，你还敢不注意自己的肌肤状况吗？坊间脸部拉提的方式有各种的疗程或是产品，到底我们该怎么样选择呢？那第一个大类就是所谓的非侵入式的脸部拉提，甚至回春的一个方式。那其实子倩医师现在非常推荐现在很红的一个电波，那它是来自韩国的一个 Oligio 的完美电波。那完美电波它其实是跟凤凰电波一样，是个单极电波，它的加热原理也是跟凤凰电波是一样的，它是由外而内达到一个立体式的容积式的加热。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胶原蛋白增生，达到拉提的一个效果。那它到底跟凤凰电波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主要就是第一个，它的探头没有被锁发数，所以它更适合一些年轻的族群。像凤凰电波，它最少就要打600发，那再来就是900发。那他们不需要这么多的发数，他们就可以选择这个 Oligio 完美电波，所以它是一个 CP 值比较高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大项就是属于微整形。微整形它其实还分成3个，第一个是打肉毒，第二个是打玻尿酸，第3个就是埋线拉提的部分。先说说打肉毒的部分，对于一些比较常笑的人，或是比较常生气皱眉的人，其实你会发现自己越皱，纹路越深，然后肌肉感觉越大块。之所以要提早施打肉毒的原因，就是用肉毒把这个肌肉放松，那它在你有表情的时候不会出现这么深的纹路，那也可以避免它日后真的越来越深，而变成一个静态的纹路。那至于玻尿酸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老化，太阳穴会凹陷啊，苹果肌也会流失，甚至脸颊也会凹陷。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老化的时候骨骼产生变化，通常是骨骼会变得比较往外下方扩，所以整个脸会比较没有支撑。那这时候就可以用玻尿酸来补平我们一些凹陷的部分。那第3个就是埋线。基本上轻微的老化或是松弛的话，大部分人应该都会选择电音波来去做到一个皮肤的紧致。那有些人会觉得说，电音波的效果可能不符合他的需要，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比较松弛的地方，通常是针对嘴边肉或者是这个下颚线条不明显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用埋线的线做一个往上拉提的力量，它可以达到一个立即性的拉提跟紧致的效果。第3大类我们就到一个手术整形的部分。那针对于脸部回春拉提的一个手术，那它主要分成2大类。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上脸部的一个拉提，第2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中下脸部分的拉提。那上脸部的拉提其实它又叫做隐痕的抬眉手术，它的伤口是藏在头发里面，而且头发不用剃，术后其实是看不见伤口的。
那它主要的效果是要拉开我们的眉眼距离，在眉眼距离越来越近的情况下，就会有双眼皮变窄、眼尾下垂的一个情况出现。但是眼尾下垂的部分就跟我们眉毛下垂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做这个隐横抬眉手术，拉开眉眼的距离，才可以让我们的眼尾下垂得到一个最妥善的一个改善。那现在的手术其实恢复很快，大概1到2周就会消肿，那维持的效果可以维持到8到10年，所以其实算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手术。那第二个手术呢是中下脸拉皮的手术，我们会针对里面的筋膜层甚至脂肪缝合，那等于是说它是一个多层次的一个缝合，来达到中下脸部的一个紧致拉提的效果。那因为它的伤口比较长，所以它的恢复过程会比较长，可能大概需要3到4周的时间。那术后如果有佩戴头套的话，也会恢复得比较快。以上是常见的脸部拉提的一个方式，到底你应该选择哪一种方式？这个跟你的年龄、皮肤松弛的程度，甚至是松弛或凹陷的部位不同，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是跟你信任的医师做一个很好的沟通，那由他来帮你做一个最好的规划，那这样子才能让你有一个最好的一个脸部拉提的效果。先保养就靠医美学，我们下集见哦。